我是少爷的通房丫鬟。少爷成亲前，突然当着我的面烧了身契，还给我5000两银票让我傍身。有了这些银钱，今后你的日子也能好过些。我叩谢少爷的大恩，并表示不会让他失望。当晚，我便利落地收拾包袱，连夜出了府。我到西南边陲买了个宅子养老。1年后，花媒婆上门：“娘子，你要的赘婿找着了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穿到这不知名的朝代时，原身就已经是少爷的通房丫鬟了。年方15的大闺女就这么被霍了，这在现代高低得判个强暴罪。可见到萧劲之后，我的心态完全变了。她的相貌、身材、脸蛋样样不输现代顶流，还有顶级家世加持。我这要胸没胸，要腿没腿的干瘪身材跟她睡，血赚。搁现代，我可没这福分。于是我喜滋滋的在萧府待了下来。大概日子过得太顺遂，半年时间竟然一晃而过。最近萧府开始给萧劲议亲，那些平日里看我不惯，老是私下里蛐我的小丫鬟们开始幸灾乐祸起来。听说少爷要娶蓝郡主啊！蓝郡主出了名的刁钻刻薄，泼辣善妒。是啊，阿银估计惨喽，该不会被赐一条白绫或是一杯鸩酒吧？死了一了百了倒好，最可怕的是变成洗脚婢，受到无尽的搓磨打压。我趴在门后边，听小丫鬟们背后谈论这个事情，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天灵盖。完犊子了！白绫、鸩酒、洗脚婢，这半年跟萧劲厮混纵欲，秉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，完全没考虑将来，完全忘记这是在古代。我1没背景，2没能力，3没萧劲的宠爱，如何自保？为了这半年的欢愉，我竟要搭上性命。晚上，我靠在床榻上，心事重重。一双温热的大掌抚过我的双肩，熟悉的气息瞬间将我包裹。直到被占据，我才回过神来，眨巴着大眼睛望向正在使牛劲的男人。他表情有些不满，一边用力一边轻声至我耳畔：“阿银今天不在上边了吗？”我喘着粗气，涨红了脸，小粉拳呼呼地往他身上招呼。他抓住我的小手，享受地哼哼：“小爷，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儿。”那声音能酥到骨子里。我挣扎地闭了闭眼。罢了，牡丹身上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享受吧。一个翻身，牢牢掌握主动权。这一晚上，似是要将这辈子的恨都要做完，没个停歇。再次醒来，已经日晒三竿。一双琉璃似的眸子温柔缱绻地看着我。要不是知道他马上要娶正妻，还真信了他眼里的几分真情。反正都要死了，我也不想再与他虚与委蛇。不假笑了，不问好了，面无表情地继续躺着。阿银累着了，瘫在床上不想动弹，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便继续失神回想这操蛋的穿越。别人穿越不是皇后就是公主，再不济也是真千金，再不济还能遇到盖世英雄，再不济也能有个金手指、系统什么的吧。到我这儿就一光杆奴隶，他也不恼我的不公，就那样把玩着我的头发看着我。直到快晌午，我翻身起床，收拾好自己，坐在窗边看着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，凄凄地感叹一句：“哎，笼中之鸟。”萧劲若有所思，离开了房间。再次走进来，他的手里多了样东西，他献宝似的拿给我看。看，这是什么？我看过去，没忍住翻了一个大白眼。我不识字。他给了我一个暴力。傻不傻？这是你的身契。呵，谁不知道是身契，但他犯不着老是提醒我自己是个奴隶吧。可没想到，下一秒，他吹火折子，一把火将身契烧了。我还没从他这波操作中回过神来，他又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摞东西，递给我，竟然是一沓银票。我恹恹的神情陡然间迸发出不可思议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了这些银钱，今后你的日子也能好过些。今后，意思我不用死了，拿钱打发我走，让我好好过日子。我脸上的表情瞬间由阴转晴，欣喜藏都藏不住，迫不及待地将银票抢过来揣进我的怀里，生怕他反悔。谢谢少爷，少爷你人真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他点点头，
有点欣慰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嘿嘿，良心不多，但够用。当晚，我很识趣的连夜收拾包袱出了府，害怕少爷反悔，也害怕被郡主盯上。我几乎是不分黑夜白昼，一直在赶路。1个月后，我到达了西南边陲。我考察了一番，这边民风质朴，物价低廉，物产丰富，很适合养老。于是我便在这边落户安顿了下来。我买了一座2进的青砖大瓦房，兴致来了就支个摊子做生意，不想动的时候就在家摆烂。在现代当了25年牛马的人表示，现在的日子无比轻松。我很心水，美中不足的是一个人深闺寂寞，所以我想找个男人来玩一玩。可寻遍了10里8乡，也没见一个能入眼的。于是找到花媒婆，给了她20两帮忙介绍男人。这边乡村生活2两银子是全家1年的嚼用，20两是笔巨款，花媒婆自会尽心尽力地帮我寻觅合适的赘婿。果不其然，她今天便来找我了。娘子，你要的赘婿找着了。听到花媒婆的声音，我兴奋地出门迎接，绕过花媒婆，伸长了脖子张望。在哪呢？花媒婆翻个白眼，要不是看这娘子给的没钱丰厚，才不给这奇葩说亲。她连忙拉住我，这啥急呀，娘子？我没看着人，心里一阵不痛快。花媒婆，我这定钱都给了半年了，也不见郎君上门啊。花媒婆忍住心里的谩骂，娘子想要的人那是人中龙凤，可遇不可求，自是难寻了些。我点点头，那是自然。自从跟了萧劲之后，再看这西南边陲的郎君们，始终差了那么点意思，不得已才寻到这远近闻名的花媒婆说亲。不论家境好坏，只看身高腹肌脸蛋，我直接娶回家。那寻到了吗？花媒婆点点头，笑得一脸褶子。寻到了，寻到了。身高8尺，8块腹肌，貌比潘安，颜如宋玉，包你满意。我眼睛亮了，当真？如假包换？花媒婆信誓旦旦地保证，这个人我绝对满意。是王猎户家的远房亲戚，名唤王有金。这郎君长得俊，村里好多姑娘盯着。还好我机智，早早的去给娘子定了下来。花媒婆一脸邀功地说道：王有金，我的名字叫薛有银，这听起来就很般配，感觉有戏。听了花媒婆的话，我心领神会的塞了1两银子给她。那劳烦您早日将人领过来，我这都宿了好久了。她掂了掂银子，满意的走了。看来再过不久就可以抱得美男归了。我乐滋滋的想着。花媒婆的效率很高，很快就领着郎君上门了。远远的瞧着，就能感觉到对方紧实的肌肉，健硕的体魄。嘶哈嘶哈，大馋丫头表示很满意。即使她的面容并没有貌比潘安，但她的身材真的让人流哈喇子。那猎户装下若隐若现的肌肉线条，如果在床上是怎样的光景？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流连在她身上，发现她的耳根不知道啥时候竟红了。哟，还是个纯情少男。我迫不及待地定下了他，就他了。成亲那日，我等不及，自己掀开了盖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王有金。他正端着2杯酒朝我走过来。娘子，咱们来喝杯合卺酒吧。他的眉目温柔，眼神害羞，耳根红红。虽是猎户，但温柔无比，纯情无比。我要是不喝酒，直接扑上去，是不是显得有些懵呢？于是我装作温柔地加起了声音：好的，夫君。我端着酒杯，一边小口小口地喝着，一边偷偷打量着王有金，越看越满意。直到王有金将酒喝完，道了一句：娘子，我们就寝吧。我的所有理智瞬间被欲望冲破，嗷的一声将王有金扑倒，颠鸾倒凤，一夜笙歌。次日清晨，我睁开双眼，耳旁便传来声音：娘子，你醒了。我的心瞬间颤了颤，脑袋还来不及思考，王有金的声音又传来：娘子，还要吗？闻言，我的耳根瞬间红透，大概是宿了太久，昨晚我央着他来了一遍又一遍。他说要节制一些，我便气呼呼地问他是不是不行。
于是他身体力行地为自己证明。最后，我是自己累晕过去的。不要了，我的腰可受不了。这打猎的就是不一般。体力不一般。成亲后，除了晚上有人疼和多了一些野味吃，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依旧滋润。王有金是不可多得的好猎手，几乎天天都能猎得小动物。在这物资匮乏的古代，每天都能有野味打牙祭，别提多滋润了。有银啊，有男人滋润就是不一样。你这小脸现如今是又光滑又红润，这乡下妇人之间荤素话不忌。我抚摸着自己的脸蛋。张婶说什么呢？虽然这话没错，可这直接提出来也太难为情了些。这时候王有金从外面回来，他铁定听到了，但面不改心不跳，脸皮越来越厚。我倒是越来越有小女儿的娇羞了。我连忙朝张婶使眼色，让她不要说了，而后连忙起身接过王有金猎回来的小兔子。哇，今天吃麻辣兔肉，有金你真棒，天天都有肉吃的生活在这里可是独一户，我这命实在太好了吧。忍不住吧唧一口地亲在了他的脸上，他嘴角腼腆地上扬起来，像是漾开了花，琉璃般的眸子温温柔柔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他的全世界。我看呆了，我艰难地咽了咽口水，很难不怀疑他是在勾引我。不是，他怎么随时随地都要勾引我？怎么，娘子想试试在院子里？轰的一声，一股浓浓的羞耻感中夹杂着淡淡的兴奋，在脑海炸开。你胡说什么呢？白日宣淫，没个正形。我羞得涨红了脸，连忙跑进屋。娘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在问你想不想试试在院子里做菜。他的声音跟鬼魅一样追着我。我趴在门后边看了好一会儿，见他没有追上来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我拍拍自己的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才是妻主，他只是个赘婿，我这咋天天的变成了个小女儿？被他调戏，不对劲，一点也不对劲。以往跟萧劲，我喜欢在上边，将侯府少爷狠狠压在身下的感觉很好，但跟王有金，我每次都是被狠狠压在身下疼爱的那个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今晚我必须在上面。晚膳之后，王有金很自觉地去刷碗洗锅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在梦里，王有金挥汗如雨，我也哼哼唧唧地发出一些羞耻的声音。事后，王有金气喘吁吁地趴在我的颈窝嘟囔：“阿银好久不在上边了。”我猛然睁开眼睛，狐疑地看向王有金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”王有金眼眸闪了闪，道：“还想来一次？可恶！”我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，不知节制。睡觉。说完，我翻身侧睡，离他远点。可我心里总觉得怪怪的，原来刚才竟不是春梦。翻来覆去，完全睡不着。等到身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声，我借着月光打量着王有金的脸，毫无熟悉之处啊！见鬼！刚才某一瞬，我居然想到了萧劲。那晚过后，我虽然觉得怪怪的，但经过仔细观察，王有金确实是个普通的猎户，每日做着打猎、砍柴、烧饭、刷碗、洗锅的活。慢慢的，我放下了狐疑，直到某一天，我出门去看张婶家杀年猪，太血腥导致我有些反胃，提前回家。路过墙角，听见了陌生人的声音：“主子，郡主娘娘询问薛姑娘可有孕了。”王有金淡淡出声，叫她放心，阿银定会生个大胖小子给她。此刻他的声音与萧劲别无二致。我瞪大了眸子，捏紧拳头。他是萧劲，他为何要扮作别人来戏耍我？一股无名的怒火涌上心头，加上身体不适，我瞬间忍不住干呕起来。谁？萧劲威严带着压迫感的声音传来。我还未来得及抬脚，一道坚硬的身影便闪身挡住我的去路。我抬起苍白的脸看向他，与他四目相对。他在看见我的瞬间，瞳孔陡然瞪大，表情有些错愕，而后闪过一抹明显的惊慌和心虚。虽然很细微，也是一瞬间的事，但我还是敏感地捕捉到了。
他稳了稳气息，才扯出一抹弧度，故作淡定。娘子，你不是去看张婶家杀年猪了吗？怎么这就回来了？我抚着心口，忍住干呕的冲动。太血腥了，我看着有些不舒服。他好似这才注意到我的身形微微佝偻，脸色苍白，身体不适。他连忙上前扶我回家坐下，端来一杯茶水。娘子，喝点水。我轻轻呷了一口，放下杯子，这才状似不经意地看向他。夫君，你刚刚在跟谁说话？萧劲身侧的手微微捏紧，面上却一片祥和。他转身去院里，回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只瘦瘦巴巴的狸奴。我刚刚在喂这小东西，他不吃，我便训了他。看见这只狸奴，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在侯府养的那只，倒是与眼前这只火红的狸奴长得有几分相似。我连忙接过狸奴抱进怀里，这小家伙好似认识我一般，连忙往我怀里钻，瘦削的三角脸还蹭了蹭我的手。心里产生一股奇怪的想法，这该不会是我养的那只？随即我又打消了这个想法。我养的那只狸奴胖乎乎，营养充足，毛发铮亮，而眼前这只瘦瘦巴巴，营养不良，皮毛也稀稀疏疏。萧劲见我喜欢眼前这只狸奴，攥紧的手不由得松了些。娘子，你要是喜欢，就留在身边养着吧。接着，萧劲便拿来了食物让我喂狸奴试试。没想到小家伙还真吃了，狼吞虎咽，活像800年没吃过东西了。我爱怜地抚摸着他的毛发，也不知侯府那只狸奴如何了，应该又长胖了吧。我对狸奴的喜爱将萧劲的紧张和心虚打消，但那不过是我不想打草惊蛇就坡下驴的举动。我那天清楚地听到了萧劲跟他属下的对话，据我观察，萧劲是完全信了我那天没有听到他们对话的事。于是我开始琢磨起他们的意思。有孕，大胖小子，难道他们想要借我的肚子生孩子，然后去母流子？想到这，我的背脊发凉。我摸了摸肚子，月信已经2个月没来了，我得找机会让郎中看看，再做打算。想清楚这茬，我趁萧劲出去打猎的时候去了黄郎中家里。黄夫人略带歉意地跟我说：“有银啊，隔壁村有人得了急症，我家那口子刚走，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。你哪里不舒服？要不他回来了，我让他上门一趟。”“不用了，我改天再来。”我摸着平坦无依的小腹，我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就有孕了吧？撞破萧劲的秘密后，为避免打草惊蛇，一切都保持原样。只是我很害怕怀孕，也打心底里排斥萧劲，连着好些时日不让他碰。可萧劲就像大奶狗一样扒着我。晚上，我不着痕迹地向里间挪动，我动一寸，萧劲也动一寸，他结实有力的双手总是恰到好处地箍着我。我被箍得有些喘不过气来，软软地道：“夫君，我喘不过气了。”可萧劲完全没有要放开我的意思，反而收紧了手。“娘子，你最近不对劲。”我的身子一僵，难道暴露了？啊，哪里不对劲？他将下巴抵在我的脖颈上，委屈巴巴：“你这几天都没碰我，一点都不像你。娘子，你不想吗？他都想你了。”啊，他一团灼热应声顶了我一下，我瞬间反应过来，我月信来了。骗人，娘子以往来月信都要叫我帮你洗袋子，这次怎么没有？我真想找块砖把自己拍死，我咋就这么能作死呢？可再编下去他就该怀疑了。死脑子，快想对策。在我绞尽脑汁的过程中，萧劲不知道啥时候爬到了我身上，待我反应过来，身子已经软了下来。萧劲这厮技术可真好，哼，定然是与郡主成亲后日夜耕耘练习的结果。我打心底里觉着脏，但是不花钱就能享受顶级牛郎的服务，算下来我也不亏。于是我又放纵自己不争气地沉沦在了萧劲带给我的欲海里。萧劲几日没运动，精力无处发泄，这会逮着机会像个永动机一般不知疲倦，挥汗如雨。尽管我不断求饶，这不太结实的拼接木床还是嘎吱嘎吱响了一夜。次日，我醒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辰，全身都酸痛，没有一丁点的力气。
待我撑着身子努力坐起来，一股热流从身下淌出来，浸湿了床单。我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强忍着疼痛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大声叫唤：“夫君，夫君，怎么啦？娘子！”一会儿不见，便想我。他的声音在看见床上大滩血迹的时候戛然而止，一瞬间惊慌失措，几个跨步向我走来。“娘子，你怎么了？快送我去找黄郎中！”他将我打横抱起，脚步慌乱地飞奔直黄郎中家。“大夫，大夫！”黄夫人听见声音，立马迎了出来。看见虚弱的我和鲜红的血迹，她瞪大了眼睛，但经验十足的她立马做出反应：“快抱进里屋！”黄郎中听到动静，也连忙跟着进入里屋。他刚要掀开我的衣裙，便被萧劲挡住。他不解：“有金，这是何意？”萧劲有些难为情，面色焦急中带着古怪：“男女有别。”黄郎中看了看床上的我，身下大片血迹，他心下了然，点点头。我家大丫也略通医术，肯让大丫来看看。萧劲不自在地点点头：“请快一些。”于是商定大丫进来查看，转述给黄郎中。大丫查看了我的情况之后，脸色不自然的红透。小姑娘才刚及笄，对情势难以启齿，但也知晓其中的厉害。她涨红着脸，拧起眉头，非常不赞同地看向我：“薛娘子，有身孕了，怎么还进行如此激烈的房事？”我本是晕乎乎的脑袋，在听到身孕二字时登时清明。下一秒，我死死地攥住大丫的手：“大丫，求你！”黄大丫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大跳：“娘子，你别激动，你现在需要静养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尽管说。”我示意让大丫靠近我一些，在她耳边低语。萧劲在外面来回踱步，刚才床铺上的血迹触目惊心，他心里隐隐有一种期待，或许是有身孕了，但又有一点担忧，那么多血，有银和孩子会不会有危险？想着这些事情，让他整个人焦躁不安。终于，房门被推开，黄大丫平静地出门。萧劲连忙凑上前去：“我娘子怎？”他焦急地询问，但黄大丫直接忽略了他，径直走向黄郎中。只见黄大丫在黄郎中耳边低语，黄郎中的眉头渐渐蹙了起来。而后，黄郎中看向萧劲：“你跟我来。”黄郎中开了几副药递给萧劲：“薛娘子身子娇弱，经不起这般折腾，此后3个月不能再同房，这段时间好好静养。”萧劲听后连连称是，他心里隐隐有些失落，也有些自责。萧劲将我打横抱起，跟黄郎中告别。我伸出脑袋向后看去，大丫朝我轻轻点了点头。既然有孕了，为了避免被去母流子，我得找机会离开，但这身子实在娇弱得很，我需要把身子先养好，以后也跑得快些。因为黄郎中的嘱咐，萧劲这段时间都不敢靠近我，晚上睡觉都主动睡得远远的。我心情颇好，故意调笑：“我是豺狼虎豹吗？你离得那么远。”萧劲看着我，又气又委屈，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。哈哈，看着他这样，我眼唇偷笑，伸出手指挠他痒痒，他生气地回瞪我。我得意洋洋地瞪回去，他深呼吸一口气，大手一捞，便将我压在身下。脑袋宕机的瞬间，灼热的气息已经包裹住我。我使劲想要推开他，但他纹丝不动。完了，玩脱了。不过好在他还没有失去理智，全身都布满他的气息之后，他翻身下床，出门，动作干净利落，不留丝毫余地。我喘着粗气看着他离去的背影。哎，这狗男人其实真的还挺不错，可惜了。比起色相，我还是觉得保命更重要，所以得趁显怀之前跑路。他每晚的冷水澡是怎么也逃不脱，但今晚洗得格外久，难道是掉粪坑了吗？我披上外衣准备去看看，刚到墙角就听到对话。郡主娘娘说，你要是搞不定，她就要亲自出马了。萧劲的声音有些咬牙切齿。慌什么？等着。他这语气倒是想要将我拆吞入腹似的。那么多女人可以生孩子，
为什么非要逮着我薅羊毛？等我再回过神来，便听到一句：实在不行就杀了。闻言我瞬间一哆嗦，后面再说什么我就听不进去了，战战兢兢回了屋。亏我刚才还觉得这人好，心里竟有些舍不得。呵，男人。经过1个月的调养，其实我的身子已经大好，每天被宵禁投喂，面色红润，气色极好。只是长胖了几斤，可能会影响我逃跑的速度。我摸了摸肚子，明天就走。次日，我趁宵禁上山打猎的时候，收拾好金银细软离开。我想过了，京都有郡主，我不能北上。听说江南还不错，于是我准备横向走水路到富庶的江南去。那边非常鼓励经商，我去了可以将生意做起来。将来孩子大了，也给孩子留点依仗。打定主意后，我直接买了船票，坐上了开往江南的客船。我最害怕水，宵禁是知道这点的，所以乘船离开是最安全的。看着船只一点一点的偏离渡头，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这精神紧绷了一路，我一进房，沾到床上下眼皮，便开始打架了。沉船了，沉船了！我睡得晕晕乎乎，屋外传来阵阵惊呼声。沉船了，沉船了！待听清楚外面的叫唤声，我猛然睁开双眼，外面火光点点，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。我大惊，慌忙背上包袱，打开门，跟着大家一起跑。这才发现船底已经灌入了半脚深的水，可这已在河中央，河岸远在天边。众人惊惶失措，哭嚎声、咒骂声、悲泣声不绝于耳。眼看船舱的水越来越多，有些水性好的人已经抛下亲人和包袱，纵身跃入河中，朝着遥远的河岸游过去。有了先例，后面不断有人扑通跳下水。可是以我的观察，普通人的体力怕是游不到那远在天边的河岸，大概率会力竭而死。船上的人越来越少，开始焦急起来。我思忖着，要是有个助力，应当还是可以游到河岸。观察了一圈，只瞧着木质的房门，应当可以一试。于是我拆下了一张门，有人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又发出了惊呼：我们有救了，有救了！大家的声音中满是劫后余生的快乐。我顺着大家的目光看过去，我瞳孔紧缩，还有一艘船飞快地朝着我们划过来。可那船头站着的不是宵禁那厮，还能是谁？我的心里瞬间慌乱起来。趁着还有一段距离，我飞快抉择，将包裹里的衣服扔在船舱，自己只贴身带着贵重的金银财宝，悄悄地从另一侧搭着门板离开。怕水的是袁深，可不是我这个在现代时常游泳的人。不知道游多久，终于到了岸边。我精疲力竭，倒地不起，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唤我，我的心神才放松下来。醒来才得知我是被路过的村妇救了。休养几日之后，我继续赶路。几经波折，我终于到了江南。这一路全靠典当耳环、项链、发钗才活过来。现下我身上除了银票之外，唯一值钱的物件也就是手腕上的手镯了。这可是当初萧劲爱意最浓时塞给我的。要是萧劲不娶妻多好，我就不用过着这样东躲西藏、提心吊胆的日子。可惜天不遂人愿啊！我忍痛将手镯典当了一笔银两，再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银票理出来，合计，竟然还有5000多两，这应该能够支撑我在这边无忧无虑的生活很久。所以我在这边另了个小院，这样也算勉强安顿下来了。待生下小宝之后，再去找个营生，给他留点家业。为避免被宵禁找到，我一连几个月都是关起门来过日子，不交朋友，也不跟邻居们闲谈，除了出门买菜，基本上都在家里。只是大约1个月之后，有一次我上街买菜，竟然看见了张婶子和黄大丫。张婶子的儿子找了个江南的媳妇，他们老两口就也跟着过来了。黄大丫跟了个妇科圣手，也随着师傅游历来到了江南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啊！虽然我只算得上是半个老乡，见我只有1个人，张婶子便主动请缨来照顾我，黄大丫也时不时的来帮我把脉。又过了好几个月，我上街买菜，
忽然听到一个消息，北疆战乱了，老侯爷负伤，定国侯府的世子接替老侯爷的位置，披挂上阵。萧劲这厮去北疆平叛了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肚子已经很大了，再过2月就要生产，整日窝在小院里，我很是憋屈。出去走走，生产的时候也能顺利些。我喜滋滋的买了点心回家，主动向邻居打招呼。福伯，在忙呢？正在翻修大门的福伯停下手中的活，笑眯眯地看向我。是的，我家主子要来江南小住一段时日，我们这些下人也算是有了点用处。我点点头。那您忙。早就听说福伯是这处低调奢华宅子的老管家，一年到头也就盼着主子来那么2回发挥作用，不难瞧出福伯的喜色，真是个忠心耿耿的。隔天，有人敲响了我的院门。谁呀？娘子，我家主子托我来给您送点薄礼。听到福伯的声音，我连忙打开院门。我家主子知道您有孕，特意命我准备了一些补品。瞧着福伯手里满满的礼品，受宠若惊。哟，福伯，您家主子太客气了。张婶见如此多的礼物，沉甸甸的怕我拿不动，连忙接过去。见我们收下礼物，福伯便告辞离开。那我就不打扰薛娘子休息了。张婶看着这么多贵重的礼品，连连啧舌。这有钱人出手真是阔绰。我笑了笑没说话。这算什么？那京都权贵才是富贵迷人眼，对待忠心耿耿的下人，随手一赏就是一把金瓜子。因着隔壁贵人太过客气，张婶准备了一点回礼，我们一起去拜访拜访这位贵人。福伯将我们迎进去，远远的我便瞧见主位上那位贵气逼人、英姿飒爽的女子。她不同于江南水乡的温柔美人，她是有很明显辨识度的，金贵的、雅致的，女王宫一挂的女人。我示意张婶献上自己的薄礼，贵人连忙放下茶盏迎了上来。她牵着我的手一起坐上主座。妹妹带着肚子，怎的还亲自跑一趟？姐姐见笑了，不是什么贵重物品，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吃食。你客气了。本以为会很难接触，但聊了几句才发现我跟她很聊得来。不同于这个时代的封建妇人思想，她的所思所想都更加趋近于现代。真的是相见恨晚。她留我吃了午餐，临走的时候才想起姐姐妹妹的叫着，竟还不知她的闺名。问过后得知，她的闺名为于向南。这个名字听着有些熟悉，下意识地想到了蓝郡主。不到1秒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蓝郡主的蓝可不是江南的南，况且我也不知道郡主的姓名。她约我有空一起逛街，这样一来二去，我跟于姐姐便熟悉了。她时不时给我送来一些新奇玩意，还从各地购来补品给我补身子。我深受感动，有这么多人在我身边，我的心情也颇好。生产那天，于姐姐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大丫和她的妇科圣手师傅也来了。一阵嚎叫之后，小孩子中气十足的哭声响彻屋里屋外。我生下了一个小闺女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于姐姐看到小闺女的那一刻，似乎有一点失望。虽然她掩饰得很好，但我还是看出了端倪。不过这是古代，大家重男轻女的思想如此严重，于姐姐想要我生下个儿子，大概也是真的为我着想。有张婶、大丫和于姐姐帮我照看孩子，我很放心。足足坐了2个月的月子才出门，身子也基本上恢复，但他们还是叫我好生休养。这天，屋里屋外都静悄悄的，没有逗弄孩子的声音，没有打趣的声音，也没有唠嗑的声音。我推开房门，脚还没踏出去，便感觉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。抬眸，便见一身铠甲，满脸风霜，风尘仆仆的萧劲朝我奔过来。我顿时瞪大了眼睛，心下大惊。他下意识地关上了房门。萧劲在外面慌乱又焦急地拍打着房门。阿银，开门！阿银，快开门，让我进来！我好想你。我死死地抵着房门，努力思索着现下的情况。萧劲，我都已经如你所愿走得远远的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阿银，我心悦于你，如何能放过你？心悦我？呵，死男人！
情话张口就来，拔刀的时候却也毫不留情。现在小宝刚好被张婶抱出去了，我得趁现在引开萧劲，否则小宝就要被抢走了。想清楚这点，我猛然打开房门。萧劲一怔，随即便是将我紧紧拥住。阿银，我好想你。我双手撑着他的胸膛推开他。你刚才说你心悦于我？萧劲双眸直视着我，坚定的点头，再次说明。阿银，我心悦你。那你烧了我的身契，还给我银票，是什么意思？我决定娶你，还留着身契做什么？至于银票，不是你说的喜欢银钱吗？感情我自己脑补了一场大戏。我在试探着问。那不杀我了？闻言，萧劲眼神一滞。阿银竟然察觉到了，所以才会从西南边陲逃跑。但是他不能承认，否则以后阿银嫁进侯府，定然会与母亲生嫌隙。于是他故作不明所以，面上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愕然。阿银，何出此言？我何时要杀你？我如何舍得杀你？你会不会听错了？这下该轮到我错愕了。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？回想那天晚上，脑瓜子并不是特别清醒，可能还真是个乌龙。即使要杀我，也是蓝郡主杀我。萧劲这想要坐享其人之福的人，杀我还不如留着我暖床。可是别以为不杀我，我就能回去给他暖床了。哼，那你将蓝郡主置于何地？哪个女人不想独得夫君的宠爱？萧劲皱眉，不解，这与郡主有何干系？呵，没干系，养在外面不让他知道。那你的意思是要我当外室？萧劲反驳，怎么可能？我要风风光光的将你娶进门，风风光光的娶我。呵，妻子，当然是妻子。那蓝郡主呢？兰儿很好，你以后也会很喜欢她的。呵，都已经兰的叫着了。男人都一个德行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还想着加生的喂入锅的，甚至还想自己下地养2颗。他见我眉目低垂思忖着，还努力向我解释。阿银，兰儿是个宽宏大量的人，那些年我和他并肩作战，十分了解他的为人。他豪爽大气，以后定会与你和睦相处。听见这话，我心里一阵恶寒。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孤女，怎么跟尊贵无比的郡主相比？即使是平妻，那也是妾。即使郡主宽宏大量，他身边的人也断然不会放过我。以后还能有好日子？何况作为一个现代人，我可接受不了2女侍1夫。可以偶尔找牛郎姐解馋，但长期吃垃圾食品可不行。只是眼下，我需要先哄他离开，先稳住他，离开这里，再找机会逃回来。想清楚这点，我便收起脸上的不情愿，上前拉着萧劲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萧劲不解，脸上闪过一丝困惑。去哪里？当然是京都啊。你不是说要娶我？闻言，萧劲坚硬的脸庞瞬间咧开了笑容。好，回京都。坐在回京都的马车上，我的心里满是小宝。待出了江南，再找机会逃回去带走他。阿银，萧劲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。我的眸光转向他，这次怎么不易容了？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心虚。母亲说阿银不喜欢他，没看上他，才会逃跑的。起初他是不信的，因为每次与阿银深入交流的时候都非常和谐。他看得出阿银很是享受，每次都牢牢地将他压在身下，所以很难相信阿银心里没有他。但是他追查到了西南边陲，偷偷观察了一段时间，发现母亲说的是真的。阿银一个人在小村里生活的逍遥自在，过着惬意悠闲的神仙日子，他都有点羡慕和嫉妒。他也明白了一件事，阿银心里真的没有他，所以要逃跑。母亲劝他放下阿银，跟兰儿成亲，他怎么可能做得到？尤其是听到阿银要找一个勇猛的赘婿之后，他坐不住了。他嫉妒那个未知的人，嫉妒的发疯。于是他便一容变阴，陪在阿银的身边。阿银此刻问起来，他也就委委屈屈的坦诚。我当时是怕你排斥我，才想出这个计策。现在不怕我排斥了。我挑眉，他还清楚我接受不了已婚男啊，知道我排斥还来我身边晃悠。
被敌军围困的时候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那时就很后悔，应该表明身份，让你日夜都看着我的脸。这样的话，即使我离开了，你也能记我记得久一些。听到这些话，我这才仔细打量起眼前的人，一身风霜，满脸疲倦，身上还萦绕着若有似无的血腥气。你刚从战场上下来？萧劲像只大狗狗一样点点头，样子有些委屈。差点就见不到你了，所以下了战场便不管不顾，马不停蹄地来寻你。我看着他，心情复杂。男人怎么能同时深情又绝情呢？若是没有蓝郡主，我也不是不能接受他。可惜造化弄人。娘子，你身上好香啊。奶奶的。他该不会是察觉到什么了？我不着痕迹地挪了挪身子，离他远点。可他紧紧扒着我不放。娘子别动，让我抱抱你。于是我僵硬着充当了萧劲的人形抱枕。等均匀的呼吸声传来时，我才转过头，看见眼前的这个男人，眼下泛着乌青，白皙的皮肤被晒黑了一些，眉头拧出了2道褶子。可即使这样，这张脸也找不出第二张，真的有让人想要狠狠蹂躏的冲动。该死，我在想什么呢？萧劲大抵是太困了，竟然足足睡了1日，直到了一座城池，一行人才停下来到客栈歇息一晚。沐浴之后，萧劲抱着我，阿银，你好软。生产之后，身子是要比之前丰腴一些，柔软一些。害怕被看出端倪，我拢了拢被子。打仗累坏了吧？马车上没有睡好，现在好好休息。萧劲嘴角微微上扬，娘子还是在意我的。我不置可否，他认为便认为吧。睡觉，睡觉，好困。可是娘子，我现在不想睡觉。我被他吵得有些烦闷，回头呵斥他。不睡觉你想干什么？唇被他封住，几秒之后，他靠近我耳朵边低语，声音低沉富有磁性。娘子，你太懂我了。我想干你，想得发疯了。闻言，我全身的血液都开始咕咚咕咚冒泡，要烧开了。你何时变得如此放荡？难道是郡主调教的？萧劲嘴角一勾，咬住我的耳垂。这不是跟娘子你学的吗？萧劲没有再给我开口的机会，以吻缄口。他的大掌所掠之处，战栗不断。娘子的身体比嘴诚实多了。我又羞又恼，生产之后，这具身体更加敏感了。他也总能挑起我的敏感点。罢了，狠狠榨干它，才好跑路。不一会儿，我便化作一圈绕指柔在他的撩拨下层层绽放。凌晨，听到身边均匀的呼吸声，我猛然睁开双眼。我揉了揉酸痛的腰腹，暗骂一句狗东西，到底是谁榨干谁啊？我轻手轻脚地起身，在屋内点上迷香，而后悄悄离开。我紧赶慢赶，缩短了1/3的时间到达我租住的小院，可里面没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张婶和于姐姐才从外面走进来，貌似有些气喘吁吁。我狐疑地看向2人，你们去哪里了？我们出去找你了呀。闻言，我有些心虚。我离开了好几日，该被质问的是我。娘子，你可不知道，为了找你，于姑娘都把情郎派出去了。情郎？我看向于姐姐，她红着脸，这不是怕你遇到什么危险吗？我点点头，而后告诉他们我遇到点麻烦，要离开江南。于姐姐当即道：阿银，我也准备回京都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？到了京都也好有个照应。我摇了摇头，我在京都有仇人，被抓住的话，下场会很凄惨。实不相瞒，我消失的这几日也是在躲避追踪。于姐姐上前拉着我的手，傻妹妹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？当然听过，这可是中华文化5000年的文化结晶。萧劲定然不会猜到我去京都了，于是我当机立断跟于姐姐一起启程去京都。张婶放不下小宝，也执意跟我们一起。不久后，我带着小宝回到了京都。我们暂住到于姐姐的一处闲置小院。空闲时，我出去溜达，打听萧劲的消息。听到他还未返京的消息，我便觉得来京都是个明智之举。从前在京都，
我都被关在侯府，现在才真正领略到京都的热闹与繁华。坐在百花楼听曲看戏真有意思。今天竟然讲的是一个大将军执意要退掉与郡主的婚约，非要与小丫鬟成亲的戏码。于姐姐，你说这戏文里演的都是什么呀？现实当中哪有少爷不娶郡主，非要娶个小丫鬟，还搞时髦玩什么千里追妻这一套？于姐姐笑着看向我，你呀，就是少见多怪。这戏可不是胡编乱造的，它是有原型依据的。啊，原型是谁？于姐姐饶有深意地挑了挑眉，将侯府世子与小丫鬟的爱恨情仇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。你说这小丫头是不是傻？怎地这么好的郎君都不要？我扯了扯嘴角，呵呵，是有点傻。出了百花楼，我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。娘子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不行，我得出去打听打听。于姐姐说定国侯府的世子就要娶小丫鬟，因为这事还被侯夫人打了板子，2个月下不来床。我猫在侯府周围翘首以盼。春彩那丫头每天都要出府采买，今天怎么不见出来？还有秋霜，她不是每日都要去慈济堂替老夫人拿清心丸吗？夏荷、冬雪也都不见，这进进出出的都是些生面孔。我焦急地拉了一个小丫鬟，塞给她1两银子。你们世子成亲了吗？小丫鬟不肯收银子，战战兢兢。她往我身后瞧了一眼，立马瞪大眼睛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少爷，我什么也没说，求少爷开恩。见此，我有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听见身后传来声音：娘子，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问我，何必劳烦外人？我僵硬着身子转身，对上萧劲那双似笑非笑的眸子。呵呵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萧劲一把抓住我的手。娘子惯会装傻充愣，提上裤子便不认人。我顿时羞红了脸。说什么呢？这里还有外人？外人？好，我们去个没有外人的地方。话落，萧劲扛着我便进入侯府，无论我如何挣扎都没用。啊！他狠心地将我扔在床榻上，斜勾着唇，表情玩味，一点点欺身而上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萧劲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说呢？娘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闻言，我有些愤怒。如果真如那戏班子的故事，他早就迎娶我进门了，为何还要拖到我离开？什么娘子，别乱叫，我可没嫁给你。萧劲眼神一变，这可由不得你。他将我的手脚束缚住，让我动弹不得。萧劲变了，以往我生气的时候，他会化身大奶狗求贴贴，此刻却像只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修罗，而我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。我有些心慌，难道他因爱生恨，要将我囚禁，变成他的劲弩吗？萧劲，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怕？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。下一秒，欺身而上，动作粗鲁又霸道，强势地占据了我。他真是气疯了，为了他这个没有良心的，他挨了板子，躺了好几个月。伤好以后，奔赴千里寻找他，他却早已将他抛诸脑后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母亲瞒着他派出杀手，循着他的足迹找到他，是他护在他的周围才保下了他。但他也知道这是因他而起，所以一次不曾提起过，也不想以后阿银因为这事与母亲生了嫌隙。好不容易他以死相逼让母亲放弃了伤害他的决定，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逃跑。若是留不住他的心，留住人也行。这样想着，萧劲更加用力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，可听着身下哼哼唧唧的哭泣声，他还是败下阵来。别哭了。闻言，我却哭得更大声了。呜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弄疼我了，呜。想到在西南乡村的那次经历，萧劲蓦然停下动作，抽身弯腰来检查我的情况。感觉到萧劲的动作，我顾不得哭泣，立马合拢双腿。萧劲被我弄得哭笑不得。乖，张开，让我看看。我夹得更紧，哭得更大声。好了，我不看了，还不行吗？
他叹了一口气，认命的下床去洗冷水澡。不过片刻，他又回来，不顾我的挣扎，紧紧地抱住我，低低地叹口气：“阿银，你就不能喜欢我吗？我那么爱你。”我止住抽泣，伸出脑袋看他：“你爱我什么？”这个问题倒是把萧劲难住了。爱你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起初其实没那么爱的，大概是从那时，萧劲跟我讲述了他对我的感情变化，是从我落水后性情大变后开始。起初我只是个自卑的笨丫头，因为长了副好皮囊而被老夫人选中，送上了萧劲的床。萧劲也只有最初被算计的那一次碰了我。直到落水后，我这抹一世之魂来到这里，那个自卑没个性、为人老实本分的丫鬟突然多了几分俏皮，偶尔见我嘀嘀咕咕的，觉得甚是有趣。大概就是所谓的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他慢慢的被我吸引，后来更是被我在床榻之事上的主动和开放所折服。食髓知味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身体契合，生理喜欢。不过生理喜欢，这也算是真的喜欢了。阿银，有时候我觉得你可能是妖精变的，不然怎么就把我迷得神魂颠倒？我真想将你揉进我身体里。我觉得好笑。男人其实很好懂，他们浅薄无知，还喜欢犯贱。平日里就不能对他太好，该使唤使唤，该训斥训斥，偶尔撒撒娇，在床上满足他，他便能把命都给你。阿银，你能不能喜欢我？狗狗眼看着我，让我心内一片柔软。我其实也喜欢他的，不然怎么再看别的男人都没感觉。挑中一个赘婿，结果还是他。但是就不能说，一辈子吊着他，吊成翘嘴。我故作失落，可是你已经有郡主了，我会跟儿退婚的。什么？退婚？我的眼睛顿时亮了。你们还没成亲？萧劲不解，我何时说过我成亲了？我不是说了娶你吗？原来那天听的戏是真的，我欣喜若狂。那我同意嫁你了。萧劲没什么反应，反而有些怀疑地看着我。想起上次逃跑，我好像在他那里确实没什么信用了哈。那个，上次我以为你已经成亲了，这次绝对不跑了，我发誓。我目光灼灼地看着萧劲，萧劲目光缱绻地看着我，伸手将我紧紧地搂在怀中。这次不许骗我了。不骗你。那我们生个儿子吧。好了，他是会浇冷水的。温馨的气氛被破坏殆尽。我在萧府待着，心中一直纠结要不要告诉萧劲小宝的事。他一直要儿子，是不是不喜欢女儿？正在纠结中，小丫鬟通报老夫人来了。见到老夫人，我无所适从。上次戏文里，老夫人可是个棒打鸳鸯的主，不过也能理解自己养的宝贝儿子被猪拱了，任谁也受不了。于是我很大气地奉上茶。老夫人，请喝茶。你倒是个懂规矩的。我站在一旁，恭敬地听着教诲。既然回来了，那就抓紧生个儿子。我很细微地瘪了瘪嘴。老封建，他大概察觉到了，我也不是重男轻女。定国侯府靠军功起家，这偌大的侯府需要传承，后辈子孙也定然是要上战场守护这份荣耀的。男孩子皮糙肉厚，将来上了战场你也不至于太心疼。女儿生几个都无所谓，但必须有个儿子。有个兄弟上战场，女儿们安心享福即可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夫人的这番言论，心底对她有了很大改观。虽然我不认同，但也能断定她是一位不会苛责孙女的祖母。于是萧劲回府之后，我抱着他的胳膊。萧劲，我们生个儿子吧。萧劲惊奇，想通了。我点点头，犹豫了一下。我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你。于是我支支吾吾着将小宝的事告诉了他。萧劲无奈地笑了笑。想小宝了？不对，他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我狐疑地看向他，他指了指院门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张婶抱着小宝，还有大丫、于姐姐和一个面生的戎装男子，后边还坐着只小狐狸。我惊讶地张大了嘴，却讶然。这怎么回事？大家朝我走过来，笑着看着我和萧劲，
脸上洋溢着微笑。我瞬间明白了过来，什么于向南，分明是于向兰。还有张婶、大丫，怎地偏偏就这么凑巧聚集到了江南，还都围绕在我身边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萧劲的手笔，他一直都在默默守护着我。我当时眼泪便绷不住，哗啦啦的流下来，我何德何能？萧劲心疼地搂着我，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亲爱的娘子，你不知道萧劲小时候尿裤子的事，多好笑，传遍了整个军营，以至于好长一段时间，敌军每次都拿尿裤子的小少爷来取笑侯爷。你说说，要我嫁给一个尿裤子的小子，我怎么能答应？哈哈哈，于姐姐就是蓝郡主，她跟萧劲青梅竹马，确切地说，还有沈定北，他们三个青梅竹马。拿现代话说，他们三就是穿条裤子长大的人。于姐姐从小不喜琴棋书画，偏要舞刀弄墨。长公主与侯爷是故交，于是将于姐姐丢到他的萧家军里。沈定北则是侯爷部下的儿子，年长一些的沈定北时常替他们收拾烂摊子。没有女人会喜欢弱鸡，那时的萧劲年幼，实在勾不起于姐姐的兴趣。而萧劲也因为于姐姐对他的多次取笑，弄得心情郁闷。就像现在，于姐姐绘声绘色地讲着萧劲小时候的糗事，萧劲的脸黑得如锅底一般。于向兰，要不要帮你找块抹布塞嘴里？他不要面子的啊，他都是有娘子的人了。于姐姐见好就收，偷偷跟我交换一个眼神，咱们偷偷的笑，哈哈哈哈哈。行了，我不说了，但是这次你可得好好感谢我，要不是我出马，你能这么快抱得美人归？萧劲哼哼，但也没反驳。原来他再不行，郡主娘娘要亲自出马，是这个意思。害我误会好久呢。当初我跑之前，萧劲就表明了要娶我的态度，老夫人不同意，于是出现了春夏秋冬在我面前胡诌诌的言语。知道我跑了，萧劲气疯了，去兴师问罪。老夫人逼迫他娶于姐姐，他不愿，便被打得2个月下不来床。于姐姐找到老夫人说她不愿意嫁萧劲，她有心上人，但老夫人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萧劲娶一个丫鬟，甚至动了杀心。萧劲杀了好些个老夫人派过去的暗卫，就连那次船舱漏水也是老夫人的手笔。若不是萧劲暗地里护着，我早不知死多少回了。最后是萧劲威胁老夫人，我死了他也不活了，老夫人才不得不妥协。妥协的条件就是先让他抱上孙子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于姐姐告诉我的，因为萧劲怕我嫁进萧府之后对老夫人耿耿于怀，索性就不让我掺和这些事，他会在中间斡旋好。对于这点，我还是很满意的。为了不让他为难，我还是决定生个儿子。但是生儿子生女儿这事，其实是男人决定的。连着生了大宝、二宝、三宝3个女儿后，我对萧劲的不满达到了顶峰。你真没用。萧劲有些委屈，自责道：对不起，娘子。他已经被我科普，知道生不出儿子怪他自己。每每老夫人问起，他都愧疚地道歉。晚上，娘子，要不我们换个姿势，说不定就生儿子了。色胚，想要玩花样就直说嘛，还找个这么好笑的借口。我也懒得拆穿他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已经无比契合，换点花样也有利于增进感情。得了默许，他便兴致勃勃地照着画本子里面的姿势按着我摆弄，这样那样，这里那里，前面后面，左边右边，上头下头。萧劲舒服的荤话连篇。娘子，你咬得我好紧。虽然都老夫老妻了，听到荤话我依然羞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娘子，睁开眼睛看我。不要。我伸手捂眼。不要就是要，你说的。他的双手便钳制住我的双手至头顶，逼迫我看他大汗淋漓的身体。娘子，为夫的身材可还让你满意？我娇羞的移开眼不理他，他便用力顶撞一下。啊！我娇吟一声。满意吗？娘子。我不说话，他就又使坏，我被弄怕了。满意。力道可以吗？可以。舒服吗？舒服。
我去，萧劲啥时候变得这么会磨人的啊？还说我是小妖精，我看他才是精怪幻化的，不然怎么能弄这么久？那些从前我驯服他的手段，竟变成回旋镖打在了我身上，但是感觉还不错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